什麼？這小子居然真的能弄出乾淨水！我也想要水，哥，能不能給我也分點？秦昭，求求你告訴我们，怎麼做才能弄到這種乾淨水吧？我們嗓子都快渴得冒煙了。弄出乾淨的水不難，但需要大家自己動手。自己動手？那我們要怎麼做？現在，大家去分頭找容器、棕皮，搭建簡易濾水器，乾淨的水源很快就能充足起来。注意，野外的溪水一定不要碰。再不吃东西，真的要活活餓死在这里。溪里全是魚蝦河蚌，數量這麼多，要不我們下水抓一點充飢吧？萬萬不可！傳聞障古溪水的水中活物盡帶劇毒，100年以來從無例外，吃一口就是必死之局，寧可餓死，也不能亂吃。對，爹你說的沒錯，還是活命重要。我寧願餓死，也不拿命賭。放心，這裡的水質不好，但裡面的水產無毒，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活路。昭兒，別衝動，溪地產瘴毒，吃不得呀，會死人的。爹，你們對這片嶺南山林簡直是一無所知。他小子作死，我們可不能学，你们等着看吧，不出今夜，他肯定撐不住。我活了40多年，就沒見過吃了瘴骨水產還能活過第2天的，誰吃誰死。他太莽撞了，咱們當初就該死命攔住他的。可他都吃第3條魚了，到現在一點事兒都沒有啊，臉色還比咱們紅潤。那都是暫時的，毒氣在體內發作慢，等後半夜你們就知道了。你們說，萬一他真的沒事呢？不可能，100年傳言，怎麼可能被他一個毛頭小子破了？你們看，他吃完都幾個小時了，他還能睡這麼香，說明那水產真的沒毒，咱們白白餓了這麼久。昨日秦昭好心勸阻，我們不僅不聽，還當眾推搡他，真是造孽呀！這小子一直到現在都安然無恙，難道這次又讓他誤打誤撞猜中了？快，這裡魚多，大家快來抓呀！我這兒有條大的，老子今天必須讓他進我的五臟廟！哈哈哈。昭兒，你是如何知曉這些水產可食的？只是早年間無意習來的山野本事，沒啥可炫耀的。爹，你多吃點，我烤的多着呢。好，好孩子。所有人放下手中事，立刻過來集合。經過昨夜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在這裡，朝廷管不到我們，京城權貴也管不到我們。眼下只有2樣活命根本：食物和鹽。溪水魚蝦充足，食物暫時無憂，但缺鹽會讓人體虛乏力，傷病難癒。長此以往，咱們肯定會撐不住。爹這把老骨頭還能幹，昭兒你儘管安排。我絕不拖全族後腿。哥，這深山野嶺全是瘴癘荒地，哪裡有鹽可採？況且我們往日吃的都是雪白精鹽，這裡根本不可能有。
不懂就多学。这里丈谷山体内一定是藏有岩矿的，只是你们从未留意。现在，所有青壮年男丁，随我进山开采岩矿石。所有妇人、老人，就地捡拾山间薄平石块，打磨修整平整。所有人，不得懈怠。找到了，这就是能提取出食用盐的岩石矿。昭儿，这就是你说的岩石，这石头真能变成盐啊！小安，爹可是带你看过岩石头的，你忘了？是啊，我之前确实见过一次京城的岩石，那明明是白色的晶石。不长这样啊，昭儿，你再仔細想想，是不是你搞錯了？咱們可不能讓大家累死累活挖完，結果卻做無用功啊！爹，放心吧，這就是還放心？放哪門子的心？依我看啊，之前就是讓你瞎貓碰上死耗子。哼！就你這從小不學無術的樣子。腦子裡怎麼可能有真東西？嘗嘗，鹹的，是鹹的，表哥沒做錯，這東西說不定真能產鹽。居然真的是鹽，又被他小子說中了。怎麼感覺這小子變得有些不一樣了？二叔。現在相信了吧？沒問題了吧？沒問題了，大侄子真厲害。既然沒問題了，那二叔還記得你之前說的話嗎？要對我言聽計從。二叔說的可還算話？算，自然是算話的。大侄子，你說讓我幹啥我就幹啥。好了，既然咱們已經找到目標了，那就開幹！今日中午之前，鹽礦必須全部研磨成細顆粒，所有食槽必須灌滿調配鹽水。我們倡導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今天要是產鹽成功，晚上海鮮大餐；但要是未完成，大餐取消。兄弟們，都給我加把力，快點幹！幹完晚上還有大餐等着咱們呢。太好了，出鹽了，我們以後就有鹽吃了。呸呸呸！這什麼東西？又苦又澀，根本沒法吃。秦昭，你讓大家費心費力折騰半天弄出來的東西，根本就不能吃。我有說現在的東西能吃嗎？這只是粗鹽與水坯，是提純底料。不能直接食用，你自己嘴急亂吃，怪不得別人。那該怎麼辦？如果不能直接食用，那我們豈不是白忙活一場？折騰一上午，還是沒鹽吃，算是白忙活了。當然沒有白忙活。二叔，你帶人去山谷淺灘。篩選乾淨高嶺土細碎石料，全部運回營地。其餘人，現在開始整理石桶灶台。我們準備提純。提純？提純是什麼意思？秦昭，你都讓大家辛苦一上午了，要是還弄不出來，
二叔，你没文化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别忘了自己说的话，说好的听我的，那就别废话，赶紧出发。接下来你们仔细看，认真学，这可是失传古法卤水提春绝技，整片岭南杖谷只有我秦昭会这套手法。底层碎石力尽泥沙，阻挡固态杂质；中层高岭土吸附苦涩异味，去除腐殖毒素；顶层草木灰中和瘴毒，調和鹽性，除菌淨味；三層層層過濾，粗露水才能變成可長期食用的精鹽。都聽懂了嗎？懂了。也就是說，哥你說的過濾後，才能產出真正能吃的鹽。沒錯。還是少安腦子好使。看好了，這才是無毒可食用的鹽水。不知不覺間，昭兒，你長大了。真的不苦，也不澀，這就是鹽味兒。看仔細了，接下來就是把水變成鹽的重要步驟。大家快看，鹽比京城的精鹽還要白，還要細。這是極品精鹽啊，顆粒細膩，色白純淨，這般品質，皇宮內的皇帝和朝廷重臣都不一定用過吧？這麼多極品精鹽，若是拿到外界黑市售賣，絕對能賺得盆滿缽滿。少安，提着桶，跟我走。哥，我們去哪兒？趁着現在天還亮，我們不如多織點這種精鹽呢。這些以後可都實打實的，能換錢啊！你小子還挺貪財。鹽這種東西目前不着急，溫飽只是立足根基。咱們還要去幹一番改天換地的大事業呢。大事業？徒手捕魚耗時費力，且捕捉的魚蝦無法留存，所以我們可以就地取材，搭建微型竹石攔水堰，困存溪水魚蝦。這樣就可以長久保障食物來源了。一直徒手下水捕魚，不僅勞累，還懼山洪突發。此法確實穩妥。秦昭，我們相信你。你說吧，該如何分工？這樣，明天一部分人進山砍伐耐泡毛竹，修整規整竹條；一部分人搬運青石，夯實堰體底座，務必要把堰體築牢，避免後面再被溪水沖垮。堰口要正對水流，做成外寬內窄、前低後高的樣式，順水式導流，這樣魚蝦入內便無法退出，我們坐等收穫就行。多虧了秦昭的這些奇技，咱們以後就不用再日日下水冒險捕魚，食材算是徹底不愁了。大功告成，咱們今晚捧着清蒸鯉魚，全員休整，吃大餐。这是鐵定鞋底的紋路，跟我們的草鞋、粗布鞋完全不同。步伐規整均勻，絕非是誤闖的路人，恐怕是常駐山谷的生人。看來我們被人盯上了。日日有餘飽腹，有淨水可飲，這小日子過的，誰能看出來我們是在被流放啊？ ，
大家听一下，我有要事要说。方才我在后山巡视，发现了陌生的脚印，并非咱们族人所留，且紋路规整，制式特殊，应该是山野土匪专属鞋履痕迹。恐怕咱们营地已經被暗中監視了。是土匪，族中盡是老弱婦弱，無兵器，無壯丁戰力，根本就無力抗衡。大侄子，咱們還是快點逃吧！噓，小點聲，對方估計還在暗中蟄伏窺探，再高聲喧嘩只會暴露咱們的破綻，自尋死路。那大侄兒，咱們是不是該立刻收拾物資，躲進深山密林保命？好不容易安穩度日，又遇匪患，日子過得怎麼如此艱難啊！我們手無寸鐵，全員老弱，根本毫無一戰之力。還是趕緊收拾東西逃吧。哥，山匪常年劫掠廝殺，兇悍嗜血，我們徒手無限，根本沒有勝算啊！逃？你們睜大眼睛看看，這四面全是障林險地，能逃去哪兒？更不用說我們是被流放至此的，根本不能離開這裡。那怎麼辦？我可是聽說那些山匪白刀子進紅刀子出，殺人不眨眼的。我們這麼多族人，不能都命喪於此啊！老天爺當真就如此狠心，真要絕我秦家之後嗎？夠了，大家別喪了。放心，有我秦昭在，匪患來了，也是給咱們當勞動力。啊，讓土匪給咱當勞動力？沒錯，我們開荒、濾水、熬鹽、駐堰，正是處處缺人之時。現如今送上門的勞動力，哪有不要的道理？哥，山匪手握刀械，兇悍善戰，我們徒手空拳，戰力薄弱，別說讓土匪給咱們幹活了，活着都難吧？放心，山人自有妙計，咱們無需硬拼，我自有法子，兵不血刃，便能支付他。少安，從現在開始，你帶領年輕子弟立即進山，大量採摘野山椒、臘迷鮮果及葉片，越多越好。採完後快速運回營地。收到，我們即刻出發。阿叔，你帶領青壯年族人，馬上收集營地周邊，燃燒充分的硬木草木灰，再鑿取山家風乾白線細土，篩選乾淨，分類擺放，嚴禁匯入雜質。爹，你帶領老人、婦人和孩童，全部退守山谷後方密林掩體，無論前方出現任何動靜，不可出聲，不可探頭，隱蔽自保即可。昭兒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保護好族人。大家看，野山椒與臘迷藥性辛辣濃烈，聞之可瞬間嗆目阻息，讓人喪失行動能力。而這硬木草木灰則質地輕盈，遇風即散，可最大化提升粉塵的傳播範圍，遮蔽整片營地視野。最後便是這白四土，它無毒無味，混入浸透布料中，讓大家用以捂住口鼻，就不會傷及我方族人。哥，你也太牛了！有了這些東西，咱們說不定真能對付土匪。全員穩住身形，堅守好各自的位置。沒有我的指令，不准出聲，不准現身，聽明白沒？明白。哥，這個辣椒粉末若是困不住匪眾，他們手持刀械強行衝營，我們該怎麼辦啊？辣椒麵粉針對性極強，片刻即可讓人嗆目流淚，喪失戰力。他們根本不會有衝鋒機會，咱們安心等着就行。
老大，你闻，谷底还飘着肉的香气呢。这帮罪民在谷中过得真是不差，肯定藏有不少粮草物资啊！流放罪民物资有限，能有烟火肉食，定是藏了许多金贵東西。老大，咱们快下去给他们搜刮干净！寻常流放之人只会苟延残喘，此地烟火浓郁，却无半点人声，属实诡異之常。全员听令，谨慎行事，切勿轻敌。切！我还以为多厲害，不过是装神弄鬼，一群老弱罪民，想必也翻不起什麼風浪。全員開始衝鋒，搜刮所有可用物資，盡數帶走。如有違背，格殺勿論。什麼東西？老大，有埋伏！快！全都把口鼻捂住，这烟有毒！成了！我的眼睛啊！我的眼睛睁不開了，疼死我了！救命啊！放了我不想死。哥。他們看着好慘，這般受罪，眼睛怕是要傷壞了。你覺得他們可憐？方才他們若是持刀衝營劫掠屠戮，刀鋒若是對準你，對準族中老弱孩童，你還會覺得他們可憐嗎？大家聽令，衝啊！讓我們棒打落水狗，腳踹土匪頭！爺爺們饒命啊！小人知錯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求各位高抬貴手。少安，你帶人去林間砍點藤蔓，要那種質地堅韌、耐拉扯的，待會兒把他們的手腳全捆住。可，快給本大爺拿水來！我勸你們盡快把爺放了，否則有你們好果子吃！想請我們吃好果子？行啊，那我就禮尚往來，請你們喝點好的。少安，去把剩下的粗滷水端給他們嘗嘗。嘿，好苦好澀，這根本不是水！你給我喝的是什麼？是不是在裡面投毒了？我問你是，你老實答，一句不許瞞，不然這樣的滷水讓你喝個夠！我說，我一定知無不言，絕不撒謊。這附近和你們一樣的匪眾還有多少？都是什麼來歷？全是無家可歸的流民。還有流放進來的犯人，山谷北邊還聚着50來號人，手裡有荊鐵砍刀、狩獵弓弩，裝備要比我們好太多。50多人，剛好。50多號人，還有刀有弩，戰力極強，我們根本打不過，哪裡剛好了？我們煉鹽、捕魚、開荒，後續規模要擴10倍，這50來個勞動力。剛好派上用場。你是想讓我們還有北邊寨子的人給你當苦力幹活？怎麼你不願意？還是說有其他的意見？我給你們2條路選。第一條，現在就把你們拖出去，丟進瘴林餵野獸。山谷夜裡多瘴獸，你們活不過半刻。第二條，留下來給我幹活，製鹽、捕魚、開荒，好好幹。營地有熟食，有淨水，有安穩住處。但凡偷懶鬧事敢逃跑，立刻丟入瘴林，絕不姑息。我們選第2條路，有吃有喝，讓我們幹什麼都可以，絕不敢偷懶，絕不敢反叛。我們願意幹活，誓死聽從安排，求主子收留。哥，這些人本是土匪，野性難馴，
整日打家劫舍，你就不怕他们养熟了趁机逃跑，反咬我们一口？不会跑，他们以前在山里流离逃竄，日日挨饿，时时怕瘴兽，连一口净水热食都没有。我们这里有吃有喝，安穩存活，比他们的流浪日子好上10倍。接下来，山里所有散匪都要过来给我们打工活命，还要把北边的人也收过来，那可是50多号带兵器的人，管控起来太难了。明日起，開工制作第一批量產經驗，人手剛好夠用。今晚你把這幾人盡數綁在外側樹幹，好好磨磨這些人的性子。其餘族人正常休整，明日全員開工勞作。少爺，您這是幹什麼？別動，給你熏一熏，把眼睛裡殘留的毒煙氣徹底散乾淨。好多了，小人眼睛已經好很多了，不澀不疼，完全能看清東西了，不用少爺費心了。那就好，想吃嗎？想吃，想吃就給我老實安分點。等會兒我哥過來問話，問什麼你就老老實實答什麼，不許撒謊，不許隱瞞。昭兒，這些都是亡命之徒，信性兇悍反覆，盡數留在身邊，遲早是心腹禍患。爹，在這與世隔絕的深山野嶺，你知道什麼東西最貴嗎？自然是食物、乾淨積水，還有我們辛苦提煉出來的精鹽。不對，是勞動力。我們全族不過10幾人，大半都是女眷、老人和孩童。單憑我們這些人手，就算日夜不休累死，也開荒不出規模，守不住這片山谷基業。可這幾人終究是匪類，野性難馴，留着始終是隱患。他們不是隱患，是我們在瘴谷絕境裡的第一批幹活的人手。爺爺饒命！爺爺饒命！饒命！饒命！我們什麼都願意幹。在這荒無人煙的瘴谷深山，活人永遠比死人值錢。你們願意安分當勞動力，老老實實幹活，就永遠有充足熟食、乾淨洪水，不用挨餓受瘴。這哪裡是幹活，這分明是享福啊！少爺，你說的這些句句屬實，是真的。但我這裡有鐵規，安分幹活，遵守規矩，有吃有喝，安穩度日。但凡偷懶耍滑、心懷歹念、伺機逃跑者，無需打罵責罰，直接扔進山谷深處的瘴氣沼澤。那片沼澤無底無岸，淤泥吞人，落下去無人能救，並且會屍骨無存。給他們鬆綁，每人分1條烤魚，半碗淨水，吃飽喝足即刻開工。稍後我統一派發勞作任務。好嘞，哥。你們今日首要任務，進山開鑿打磨山石，修整出平整石池，用來曬鹽儲爐。少爺，我們手裡沒有鑿石打磨的工具，全憑徒手，根本打磨不出規整的石池啊。是啊，少爺，硬石堅硬無比，無工具根本無從下手。這任務實在太難完成。手腳是你們的，腦子就是最好的工具。山間碎石可鑿，粗石可磨，疊石可拼，辦法全靠人想。今日正午之前，我要看到5個規整合格的曬鹽石池。完不成的話，你們全取消午飯，無水無食。昭兒，你這些謀生手段、育人之術，一環扣一環，條理分明。你究竟是在哪裡學的？爹，我這都是書裡學的。人們常說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萬般本事皆出自虛卷。現在人手越來越多，單憑這條小河的魚蝦，產量太少，根本撐不住所有人的知識消耗。淨水資源有限，早晚不夠用，真正充足的食物都藏在深山裡。
什么？昭儿，你要进深山？是的，爹，不只是食物，这片杖谷真正的大宝藏，也全都藏在深山密林深处。溪水鱼蝦產量太低，撐不住所有人長期吃食，必須尋找新的食物來源。少爺，這些竹條堅硬扎手，藤條粗硬難折，收集這些東西做什麼？既不能吃食，也不能用來煉岩。無需用來吃食煉岩，我教大家做千機半獸線，專為山林野兔、小型走獸打造，做法簡易，卻極為刁鑽好用。以軟竹彎制彈力彈架，刃藤擰成鎖足半鎖，再用細土粗草做浮面偽裝，野獸踏上去即刻觸發機關，彈起鎖死四肢，根本逃不掉。今日我們就地取材，批量制作千機半獸線，先把所有陷阱備好，改日統一進山布設捕獵。所有人分頭行動，收集柔韌山藤、輕質細竹、乾枯雜草，全員分工趕工，抓緊制作陷阱。大家手腳加快，各司其職，抓緊制作陷阱。有這些機關在手，整座深山的吃食都由我們說了算。我不行了，實在幹不動了。快點幹！停下來偷懶，今天就沒有午飯吃。照這麼熬下去，我怕是撐不到吃午飯的時候了。做得不錯，看着粗糙了點兒，但勉強能用。所有人每人領半碗淨水，2隻烤魚。但是晚飯之前，必須把所有石頭、石池全部打磨光滑平整。誰敢偷懶敷衍，今晚晚飯直接減半。父親，待會兒您帶着族中女眷，沿用昨日的淨水方法，繼續取水濾水，保障全天用水充足。二叔，你帶着族中男丁繼續進山開鑿、開墾石料，石頭越多越好。這些石頭往後全是我們手裡的錢財。沒問題，昭兒。哥，那我呢？我也跟着去砸石頭開山嗎？開山鑿石皆是雜役，我要交給你的是更關鍵的任務。你去山林外圍大量撿拾乾枯細枝、陳年腐葉，越多越好。還有野果、蟲蛹以及蘑菇等一切食物。哥，這活又髒又累，就不能給我換個提點點的工作嗎？我去監督土匪幹活也行啊。體面，身處嶺南杖谷絕地，活着就是最大的體面。我知道了，哥，我馬上就去。你們帶隊進山，挑選柔韌結實的嶺南藤木，砍伐取材，回來加固之前做好的祖祠，為後續進山捕獵山野走獸做好準備。哥，我把野果、蟲蛹、玉耳都備好了。這可是捕獵的絕佳寶貝。枯枝用來固定陷阱框架，腐葉鋪在表層偽裝地面，完美掩蓋機關痕跡。再配上這特制馨香，氣味飄散山林各處，能輕鬆引誘野兔、山獸逃入陷阱。今晚之前，所有的竹籠必須布設完畢，明日一早進山收網。二叔，這繩子你可一定要抓好。昭兒放心，二叔雖然年紀大了，但幹這點活，守這點分寸還是沒問題的。
這山裡也太嚇人了，到處都是動靜，不會有野獸突然竄出來吧？不要亂講話。1號龍就位，2號龍就位。哥，四周暫時沒動動，但這林子太靜了，看着就兇險。弄完趕緊走吧。昭兒，這些陷阱看着精巧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困住山中野獸，到底有沒有效果？有没有效果？明天天亮，自然就见分晓。徐少爷来了。今日干活还算勤恳，效率也很高，表现不错。多謝少爺賞賜。其他散落的土匪，估計已經發現了我們的蹤跡。不過無妨，在這荒蕪絕境的深山裡，誰手裡掌控着食物與水源，誰就是這裡的掌權者。秦昭，不好了！山裡布设回道的陷阱笼子不对劲儿，綁着籠子的繩子一直在劇烈拉緊，裡面的獵物要把籠子撞爛撐破了。穩住身形，順着籠中野獸掙扎的力度，收一半力氣，順着它衝撞的方向借力拉扯，切勿硬拽，极易崩籠逃獸。这哪裡是布設陷阱，簡直是把深山野林的寶貝都給引回來了！少爺，快把剩下的籠子全都拉回來，這下吃是徹底不愁了。剩餘陷阱困的估計不是小獸，力道兇橫異常，單靠我們兩人根本拉不回來。所有人過來，合力抱團，一起拖拽上岸。都別動！獠牙鋒利，一口便能撕碎皮肉，不可近身。第1籠，肥野兔3隻，山斑鳩數隻。第2籠，竹鼠2對，山間小山1頭。第3籠，各類山禽野臥滿滿1籠，收成頗豐。秦昭，你快說實話，你是不是山裡山神的私生子？輕輕鬆鬆就捕獲這麼多今日收成豐厚，今晚全員加餐，吃現烤野味。秦大少爺神威，我等誓死追隨您，開山拓土，扎根荒嶺，絕無怨言。不必如此，今日上千斤野物一時吃不完，全部處理乾淨，醃製晾曬，囤作長久糧草。你們負責處理獵物，去除內臟，刮淨表皮污垢，用遠離營地的奇水反覆沖洗乾淨，不得殘留雜質，切不可把其他兇獸吸引過來。父親、二叔，你們帶男丁，將曬至停醇的土鹽均勻塗抹在獸肉周身，裡外抹透，徹底入味防腐。各位女眷負責將抹鹽後的獸肉整齊擺放，懸掛晾曬，把控好日曬時長，避免暴曬變質。我們一邊曬制獸肉、囤積糧草，一邊持續燒制提存土鹽，兩項生機互不耽誤。這片嶺南荒嶺，我們一定會建成山野乾貨、營鹽囤積的寶地。少爺交代了，晌午清蒸肥竹鼠燉山禽開荤，都給老子手腳麻利點兒！誰敢偷懶耽誤大夥飯火，老子絕不輕饒！這麼多上好的山野乾貨，配上咱們親手曬的精鹽，往後便是活命的硬凍貨。是啊，
多虧了秦昭，我们才能在这里过得如此安稳。只看见这点好处，岭南蓟镇缺上等烟货，咱们这套腌制法子独一份，运出去售价翻几倍，是能换大批粮草药材的宝贝。不好，是黑熊岭的人马！我还以为是谁敢在咱们的地界大肆囤货，原来是刚入帐谷、不懂山头规矩的新人高阳。哼！嘿，黑风，亏你以前还是道上混的老人，如今居然给几个新来的流放囚打工卖命，简直丢人现眼！我现在是秦少爷手下的人，管吃管住，安穩踏實，不用在亡命山林饥一頓饱一頓，比起你們打家劫舍、日日搏命的日子好太多。你有什麼資格嘲諷我？區新來的流放團夥，也敢在我們黑熊嶺的地盤立足？在我眼裡，你們所謂的秦少爺，狗屁不是！我今日奉熊七老大的命令前來，專你們收取山頭安家費。這片嶺南荒嶺是我們的地界，新來的人就得守我們的規矩。那頭領頭的小白臉，給我聽好了！在這山裡，新來的必須上交所有食物物資。我看你們曬了這麼多瘦肉，囤積了不少糧草，全都給我交出來！什麼？那些白花花的是鹽？區流放罪人，怎麼會囤積至這麼多珍稀細鹽？三哥，這鹽一點苦味都沒有，口感純淨無比，是難得一見的極品好鹽，堪比官府的貢鹽。我活了30多年，從沒見過這麼好的鹽。太好了，把營鹽、瘦肉全部打包帶走，把這些女眷一併帶回山寨獻給老大。有了這批貨，咱們黑熊嶺半年都不愁吃穿。哥怎麼辦啊？他們人手眾多，還帶着弩箭，我們根本抵擋不住。要不先給他們一點鹽，把人打發走再說。這是什麼味道？尋常野味絕不可能有這般香氣。我在這片山林混了10幾年，從沒聞過這麼勾人的味兒。想吃嗎？這鍋湯我用秘製香料燉了2個時辰，用的是剛捕的山椒和竹鼠，配上我獨門調製的山野配料。你在這片山林混了10幾年，怕是沒嘗過這種味道吧？少耍花樣！把碗放下，所有東西本就該歸我們。你一個流放罪民，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擺譜？你大可射一箭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膽子。哥，他們人多，還有弩箭，我們根本擋不住。要不先撤進林子裡避一避？別怕，他們不敢動手。你看他們包圍我們這麼久，一步都沒往前邁。不敢！就憑你們幾個流放之人老弱婦孬，我隨手就能踏平這營地。我一聲令下，你們全得躺在這兒。三哥，這鹽是極品貢鹽，肉湯更是香得離譜，比山寨的糙飯苦鹽好上100倍。咱們搶回去，老大肯定高興。都清醒點！頭領熊七下令，今日必須搶走所有物資，誰敢動搖軍心，回去嚴懲不貸。三哥，咱們日日拼命劫掠，
到頭來還是吃不飽吃色颜，何苦一直刀口舔血？看看這些人，他們剛來山谷沒幾天，就有肉有顏了。這包鹽你們可以帶回去，拿給你們头领熊七親眼看看。他看了之後，若還是決定來搶，我隨時恭候。你少在这裡故弄玄虛，区区一包鹽，我們山寨稀罕？我們黑熊嶺什麼沒見過？你們占山為匪，拼命劫掠，說到底不過是為了一口飽飯，安穩活命。我這裡有鹽，有肉，有精水，還有你們這輩子都沒嘗過的熱肉湯。你們搶我這一次，下一次，下下次，我們的事兒輪不到你一個流放罪人指揮。你少在這裝腔作勢。我保證你們跟着我有吃有喝，不用再刀口舔血。你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為我踏實做工。你想讓我們給你做工？是，你们跟着熊七占山為寇，終日搏命廝殺，一輩子奔波吃苦，根本見不到半點安穩日子。我這裡榮華富貴數不勝數，美食、情顏、安穩居所，這還不夠嗎？回去告訴你們頭領熊七，明日中午之前，乖乖帶人下山交出兵器，歸順投降。如若不然，後果自負。哥，熊七他們凶狠霸道，人手众多，還配有庸弩兵器。他們明天萬一真的帶兵衝殺過來，我們真的能抵擋得住嗎？放心，他們不是來開仗的，是來歸順我們的。山匪向來桀驁不懼，蠻橫成性，怎麼會輕易歸順我們？所有人加快速度！今天天黑前把這批野味全部晾到晾架上，明天還會有大批人手主動歸到咱們麾下。頭領，屬下奉命下山探查，現已歸來。這是山下那夥流放之人的首領秦昭特意讓我帶回的精鹽，他還讓我給您帶話，限您明日中午之前率眾下山繳械投降，歸順他們的營地，否則後果自負。一個流放之人，敢跟咱們老大叫板，他是不是活膩了？我看他是不知道黑熊嶺3個字怎麼寫。好大的膽子！一群被發配嶺南走投無路的流放罪徒，窩在深山破營地苟活，居然敢反過來要挾我，真是不知死活！頭領，屬下絕非危言聳聽，您千萬不要輕敵。那秦昭的營地物資充盈，精尖堆積如山，晾曬的瘦肉更是數富不勝數。而且此人沉穩內斂，心思極深，看似人手稀少，卻人人守規矩，做事有序，根本不像普通的流放老弱。屬下親眼看見他們的曬場，整整齊齊碼着幾百斤醃肉，精鹽堆了半人高。屬下擔心其中暗藏玄機，我們貿然下山，恐中對方圈套。沒用的東西，不過是一點細鹽，幾口肉食，就把你的膽子嚇沒了。我看你是下山一趟，徹底被對方唬住了。鹽堆半人高，你親眼看見了，還是被那小子灌了迷魂湯？頭領，屬下句句屬實。那精鹽確實雪白細膩，比咱們在市面上見過的所有鹽都要純淨。尋常山野之人根本無法煉制，其中必有蹊蹺啊！那秦昭說話不緊不慢，眼神裡全是底氣，根本不像是虛張聲勢的人。哼！煉制精鹽乃是難事，官府鹽鐵司造鹽不僅需要特制的巨型大鐵鍋，還需要幾百個鹽釘日夜不停勞作，反覆熬煮晾曬，才能產出少量上等精鹽。他們一群流放囚徒，連飯都吃不飽，哪來的鐵鍋？哪來的人手？你腦子被狗吃了？不過一群老弱流放囚俘，
也配大批量练營岩，根本是白日做夢。我明日带队下山，把那营地踏平，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让我归顺。头领，那秦昭绝非普通人，他手下虽然人少，但做事规整，物资富足，我们真的不能轻敌。属下亲眼所见，他们的精岩质地顶级，肉食充足，这般条件绝非10几個老弱能辦到，其中必有我們不知道的門道。夠了！我已經聽膩了你這套長他人志氣、滅自己威風的說辭。一個流放罪人，能有什麼門道？頭領，這不是長他人志氣，是事實。對方敢放話讓您投降，必然有所依仗。明日貿然下山，風險太大。不過是一群被朝廷流放、走投無路的罪人，能有什麼依仗？閻鐵司幾百人才能造出的精岩，憑他們10幾個殘兵敗將也想做到，純屬譁眾取寵。三哥，你就是太謹慎了，管他什麼底細，咱們人手充足，兵器齊全，直接過去搶了物資便是。就是，有頭領坐鎮，區區幾個流放之人根本不堪一擊。這群老弱廢物，仗着一點鹽肉就敢挑釁我黑熊嶺，還敢逼我投降！今日我便讓他們知道，誰才是這片山林的主子！抄家伙，明天都跟我到南邊去！头領，我還是懇求您三思，山下之人太過詭異，明日一戰真的沒有把握。他們敢放話讓您投降，絕不是一時衝動。你若是怕了，明日就留守山寨，不必隨行。屬下不是怕死，是不想山寨白白折損人手。那群人能在杖谷立足，練出營岩，絕非善輩。不必多言，我意已決。明日一早，全員下山，踏平營地，搶奪所有物資。哼，頭領說得對，一群老弱流民根本不值一提。明日必定手到擒來。今晚我們好好休整，明日直接殺過去，搶鹽搶肉，好好享樂。今日所有人好生休整，擦亮兵器。明日隨我出征，不許退縮。是頭領。昭兒，明天黑熊嶺那幫土匪就要過來了，我們真的做好準備了嗎？族中老幼婦孺都在這裡，萬一出了差錯……放心，二叔，明天來的人都是客人。客人？那可是一群打家劫舍、兇狠霸道的山匪，手裡握着刀，心裡揣着貪，怎麼會是客人？他們明天是來搶東西的。在我眼中，這群人皆是能派上大用場的勞力，他們的刀會變成鋤頭，他們的劍會變成曬架。賢侄，他們兇悍成性，今日就是來搶奪物資的，根本不可能歸順。哥，他們人多勢眾，已經把我們圍住了，你怎麼還說他們是優質勞動力？一旦動手，我們根本抵擋不住。哼，少廢話，趕緊交出鹽和肉，饒你們性命，不然今日必定踏平你們營地。我從未說他們善良從容，但我能拿捏得住他們的命脈。這群亡命之徒天不怕地不怕，何來命脈可言？他們不怕死，但怕窮，怕一輩子吃不上飽飯，吃不上細鹽。他們馬上就能搶走所有物資，根本不用受窮。沒錯，搶完物資，我們日日吃肉吃細鹽。你們只看得到眼前，想不到日後。物資終會吃完，山寨不會生產，只會劫掠，根本沒有長久的生機。一派胡言！搶下這些物資，足夠我兄弟吃喝數月，何須多慮？你一個流放罪人，也敢妄議我山寨？不妨好好盤算一番，劫掠得來的存貨撐不了多久，坐吃山空之後，你們又能怎麼辦？哼，
公談大道理有什麼用？你手裡就這10幾個老弱殘兵，拿什麼跟我抗衡？物資吃完，我便再去搶。這山林之中，向来是强者為王，輪不到你一個流放之人說教。头领說的對，跟他費什麼口舌，直接搶過他的鹽和肉。看他這故作鎮定的樣子，就是心虛了，不敢跟我們動手。趕緊交出物資，還能留你們全屍。我最後給你一次機會，交出所有物資，我饒你们不死。我給過你們機會，是你們自己不懂得珍惜。所有人聽令，動手！踏平營地！真以為我沒有煙霧就治不了你們嗎？我能給你們一條活路，也能立刻送你們上西天。你們的生與死，都由我說了算。停手！我認輸，我願意投降。所有人立刻放下兵器，不准亂動！我此前給過你們退路，是你們執意帶兵圍嚴，妄圖劫掠。今日願意歸順者，既往不咎，留在營地踏實勞作，有飯吃，有戲言，有安穩住處。若是還心存歹念，伺機作亂，我絕不姑息。我是真心歸順，往後絕對聽從號令，安心勞作，絕無二心。我也願意歸順。哥，這些人常年落草為寇，散漫慣了，真的能安分幹活嗎？贤侄，匪性難改，只怕他們是假意歸順，日後伺機作亂。咱們族中老幼婦孺居多，不可不防啊！他們早已沒有退路，山寨只會劫掠，不會生產，坐吃山空，遲早餓死。留在營地靠勞力謀生，是他們唯一的活路。从今日起，此地不再是臨時避難營地，你們也不再是流民匪寇，所有人按勞分配，踏實出力者有酬勞，有安穩日子過。偷懶懈怠、心懷不軌者，嚴懲不貸。秦氏加工廠今天正式開工。秦少安，秦少安到。哥，漁獲與野味加工廠已經順利開工，各項工序全部步入正軌。接下來，我們主要統籌哪些勞作？眼下我們依靠林間陷阱捕獲的野兔、竹鼠、山猰，醃製風乾的肉食儲備完全能夠自給自足，唯獨精鹽產量跟不上，不光營地日常消耗捉襟見肘，也囤積不出公餘物資，用來換取農具草藥，支撐開荒擴營。這片山間地塊土層含鹽豐厚，是天生的曬鹽保定。只是從前大家隨意開挖，鹽池布局雜亂，深淺不一，排水也不通暢，曬鹽效率極低，白白糟蹋了絕佳地利。嶺南本地產出的粗鹽，苦澀多雜質，口感極差。就算這片河灘底子優越，沿用老舊土法，也曬不出多少上等精鹽。如今營地人手充沛，加工工房運轉穩定，正是改造鹽地、提升產量的最好時機。山間廢棄雜亂的舊鹽池全部推平重建，統一規格、規整布局，標準化施工。哥，您下達詳細施工安排，我立刻帶隊全程統籌落實改造。限時3日，徹底翻新這片山間鹽地。我要讓新式鹽池全線落成，徹底解決營地鹽產短板，讓咱們的淨鹽產能實現跨月日暴漲。昭兒，這些魚不曬成魚乾，堆在這裡做什麼？天氣一熱，怕是半天就要發臭。哥，你是打算用這些河鮮做新的儲存吃食？
对，把这些小魚做成魚醬，魚醬一儲存，味道好，既能改善伙食，還能用來交易，實用性極高。山澗溪流裡這種小魚常年不斷，曬魚乾只能存一時，做成魚醬可以放一整年。少爺，魚醬是怎麼做的？我們以前最多就是烤着吃、煮着吃，從來沒聽說過用魚做醬。等會兒你就知道了。熊七，少爺，有何吩咐？腳洗乾淨了沒？洗乾淨了，我剛在山間清泉沖洗完畢，毫無泥沙。行，進槽採魚。用腳踩？吃食入口，怎能用腳踩它？太過不潔！魚醬自古便有古法制作，用腳踩踏是為充分搗碎魚骨魚肉，力度均勻，效率極高，比用刀剁碎更細膩，出膠更充分，發酵更徹底。只要腳洗淨，槽中無雜物，成品遠比尋常醃魚更為衛生醇厚。3天之後，這陶魚就會變成第一缸魚醬，到時候你們嘗過味道，自然就明白了。昭兒，這般制作吃食，實在聞所未聞。若是傳出去，怕是無人敢入口。是啊，哥，這好好的鮮魚，偏偏要用腳踩，這樣做出來的話，真的能成好吃的醬料嗎？會不會徹底廢掉這批魚肉？古法釀醬，踩踏是關鍵步驟，腳力均勻，才能夠徹底揉碎魚肉，排出雜質，發酵出來的魚醬才夠醇香耐放。你們現在看不上，日後自然知曉其中奧妙。以前總想着打家劫舍，快意自在，如今天天幹活，反倒覺得踏實多了。是啊，以前搶一頓餓10天，現在日日有活幹，頓頓有飯吃，比做強盜舒服太多。在京城還要害怕被看透，跟着秦少爺每天幹點活就能吃上飯，他吃的還是皇帝老兒才能吃的東西，還有工棚稅，這簡直就是神仙的日子啊！哥，鹽池改造好了，魚醬也制作完成，營地現在物資充足，是不是可以輕鬆一陣子？眾人連日勞作，早已疲憊不堪，適當休整也合情合理。少爺，如今嶺南營地安穩，不愁吃穿，咱們也不用像以前一樣亡命奔波，確實不必日日高強度苦幹。是啊，每天連軸轉，屬實太累了。鹽夠吃，魚夠存，沒必要繼續拼命幹活。嶺南地界，四方隱患未除，根本沒有真正的安穩。今日偷懶懈怠，明日物資匱乏，根基薄弱，所有人都要重回艱難度日的日子。我們想要長久立足、扎根發展，就必須不斷增產、不斷儲備、不斷完善營地基建。是我目光短淺，只看眼前安穩，沒想長遠生計。哥，你說的對，我不該懈怠。賢侄說的對，居安思憂，方能長久立足。我等受教了。少爺教訓的是，我們不該貪圖一時安逸。明日分工安排：基建隊燒製陶器，探江隊下江找尋龍涎香，鹽田隊全力提升出鹽量。任務若無法按期完成，一律扣除勞作分略。爹，你看，現在營地秩序井然，人人勤懇踏實，再也沒有當初流離失所、人心惶惶的模樣了。多虧了你兄長運籌帷幄，整頓人力，規劃產業，還有你爹我坐鎮兜底，我們眾人才能在領先站穩腳跟，安穩度日啊！秦昭少爺思慮周全，做事有度，跟着少爺幹，我們心裡踏實，再也不用過刀口舔血、飢一頓飽一頓的日子了。昭兒，眾人皆是歡喜安穩，你為何神色凝重？可是發現了什麼隱患？爹，我昨夜徹夜觀察天象，近日風雲氣流紊亂，雲層堆積厚重，
不出几日，岭南地穴必将迎来大风大雨。大风雨，那可糟了！我们刚修整好盐田，建好工坊，囤积了不少渔获鱼酱，一旦遭遇暴雨狂风，大概率会损毁受潮。风雨来袭，江边盐田首当其冲，连日劳作的成果怕是会付诸东流。那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此番风雨若是猛烈，营地生产必定全面停滞。所以接下来几日，所有人暂停部分次要劳作，全员加急北货。我们必须趕在風雨來臨之前，儲存足夠的食物和淡水，加固工房、鹽田與住處，助療營地防護。除此之外，趁這幾日空閒，我們順便探查周邊地形資源，看看有沒有別的發財路子，彌補天氣帶來的損耗，穩住營地發展。少安、二叔、熊七和一部分肥土跟我走。是。哥，我們特意抽空進山探查，可這深山老林裡除了樹就是草，光禿禿的也沒什麼稀罕物件，哪裡能找到什麼發財的路子？少爺，屬下也看不出半點門道。這裡沒有可用的石料，沒有可捕撈的水產，連能當柴火的硬木都寥寥無幾，屬實看不出半點用處。昭兒，這就是最普通的深山魅林，嶺南遍地都是，根本沒什麼稀奇。與其在這裡浪費時間，不如早點回營地加固物資，免得暴雨來臨措手不及。這片林地的泥土格外厚實鬆軟，與江邊貧瘠乾澀的沙地有着天壤之別。二叔，你別看這土黑不溜秋的，可有大用的啊！哼，有啥好看的？就是一堆普通爛泥，看着又黑又髒，黏糊糊的沾手，一點用處都沒有。質地粗糙，雜質多，拿來醃魚都不行，壓根兒派不上半點用場。哥，這片山林確實沒有任何值錢資源。少爺，這裡確實看不出什麼門道啊。二叔，你們都看走眼了，這可不是普通爛泥，這是腐殖土，用來種植可是再好不過的原料了。腐殖土？那是什麼土？土裡還能藏着什麼門道？這種土常年被落葉、枯枝、腐草堆積發酵而成，土質肥沃，養分極足，是難得的沃土。看着不起眼，實則富得流油。這麼黑的泥巴，居然是好東西！我還以為就是山裡最普通的髒泥。難怪這片林子草木長得這麼茂盛，原來是土質極佳。少爺眼光實在獨到，我等肉眼凡胎完全看不出其中玄機。你們快看，這樹上的紅果子長得多好看，看着就香甜可口，應該能吃吧？別吃！深山野林之中，色彩豔麗的野果大多暗藏劇毒，沒有辨識清楚之前，一粒都不能入口，稍有不慎，便是致命禍患。幸好哥你來得及時，不然我怕是已經闖下大禍了。少爺心思縝密，若是貿然使用，後果簡直不堪設想。哥，這又紅又密密的果子是什麼？看着小小的，應該可以吃吧？這是野生小番茄，可以食用，沒有毒。你們千萬別小看它，這東西口感極好，酸甜參半，是再好不過的水果了。這一地髒污結塊，看着像是風化的獸骨堆，又髒又沒用，還是快點走吧。二叔，這可不是普通獸骨，這是獸骨鹽，
是頂級的天然有機肥，肥力遠超寻常腐殖土，用来開荒種結，培育紅薯土豆幼苗，能讓作物長勢翻倍，產量暴漲，是千金難買的好東西。這東西真能有你說的那麼神？二叔，你記住了，這山中除了你和父親，萬物無廢物，凡物皆可生金。爹，雄七，哥，你们快看，这底下全是矿料，有這麼多頂級肥料，等我們開荒種田的時候，根本不愁長勢不好，以後營地再也不會缺糧食了。少爺，此地礦層分布極廣，儲量豐厚，屬實是天大的機緣。屬下這就回去，再召集些人手，帶上工具前來開採，盡數運回營地囤積備用。先沉住氣，別急着動手。採礦遠沒有你們想象的那般簡單，也需要技術和人力，缺一不可。哥，挖礦採土而已，不就是力氣活嗎？找些人手會出開挖就行，哪裡需要什麼技術？你們只看到表層零星的礦塊，其實優質瘦骨礦大多深埋土層之下，與泥沙浮土緊緊凝結。若憑蠻力盲目亂挖，不僅會打碎珍貴礦料，降低肥料純度，還會混入大量廢土雜質，忙活一天也剩不下多少能用的礦料。眼瞧着錢財近在咫尺，偏偏無從下手，實在心癢難熬啊！哥，這趟進山收穫也太大了，有了這些調料，以後燉肉再也不用只放鹽了，而且還找到了這麼多水果，終於可以換個口味了。少爺，這些野生薑塊個頭不小，曬乾了能存很久。以前在山寨一年到頭也見不到這野薑，如今遍地都是，真是想都不敢想。若是沒有少爺提醒，我們怕是這輩子都不知道那是番茄，還可以吃。雄七，這次進山收穫滿滿，不僅尋到了稀缺調料，還摸清了各類資源點位，更找到了絕佳的活命水源。你明日一早就帶人專門負責轉運山泉水，大批量儲備封存，應對即將到來的暴風雨。飲水儲備沒問題，少爺，我明日必定帶人加急搬運，保證屯足整座營地的淡水用量，絕不耽誤籌備事宜。我明天也要來。採摘更多的野生番茄，帶回去分給大家。不對，這都不是最大的財路。大家不必心急，這叫財不露白，蓄力待時。這礦資源扎根此處，跑不掉。當下暴風雨將至，我們先穩住根基，囤好一定的物資，守住營地。風雨過後，有的是時間慢慢開採變現。哥說的對，現在最重要的是備足物資，扛過暴雨大風。不然，礦再好，地再肥，暴風雨一來，一切都是空談。今日進山屬實收穫巨大，尋到了調味的野薑，摸清了能種地生金的瘦骨礦，還找到了這處救命山泉。這荒野深山上的積水、死水盡數渾濁污穢，根本無法飲用。唯有這山泉水乾淨甘甜，是我們唯一能依仗的飲水來源。天象異變，風雨將至，留給我們備戰的時間不多了。如今資源點位全部摸清，接下來就是全力備戰。雄七，那就暴風雨後你帶隊進山，首要任務就是大批量轉運封存山泉水，務必屯足全營地的飲用備用水源，同時組織人手開採鳥料古礦，雙線並行。暴風雨後採水開礦雙線開工，全員各司其職，全力勞作。誰要是敢偷懶耍滑、敷衍應付，耽誤營地備戰大事，我雄七第一個殺了他！採種古礦，換銀子，幹！還有時間，來得及。哥，風越來越兇了，看樣子暴雨馬上就要落下來，營地裡露天曬的東西再不收就全完了。二叔，來不及繼續加固防護了，現在立刻帶人全面搶收，絕對不能讓已有的資源被毀掉。好，我馬上調度所有人手。二叔，你帶隊分工協作，優先把營地露天新曬的鹹貨、魚醬全部密封收好，這些是我們賴以生存和對外交易的核心物資，一點都不能出意外。雄七，除此之外，昨日開採回來堆放在營地的肥料也全部轉運走，統一存進後山乾燥安全的岩洞裡。
岩洞遮風避雨，乾燥穩固，是目前唯一能稳妥囤貨的地方，绝对不能让风雨毁掉我们的辛苦积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所有人立刻停下手头杂活，全员紧急抢筹！一部分人收纳蜜蜂闲货鱼酱，一部分人搬运兽骨石，所有物资全部转运后山岩洞。爹，现在风势越来越猛，这些露天棚架根本撑不住暴雨冲击。你带着营地所有女眷留守营地，抓紧时间把所有棚子、棚布和竹木支架全部拆卸收拢，规整堆放好，能留的建材一点都不能丢，全部保存下来，后续复用。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和女眷们，保证一点材料都不浪费。所有女眷随我一起收拾东西。所有人立刻停手，全员撤退，前往后山岩洞避险。哥，这是什么？闻着也太香了。这是用山里的野辣椒和野姜剁碎做成的野味锅。雨天冷，吃上一锅暖暖身子，又香又辣，特别解馋。跟着少爷有吃有喝，再大天灾咱也不用怕。这种好日子，神仙来了都不肯走。这暴风雨天堪称天险，寻常野兽都躲起来避雨，更別說有人進山了。咱們今晚總算能踏踏實實歇一晚了。越是惡劣天氣，越容易有人借機窺探。荒野深山暗藏無數堅缺資源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。哥，你局勢太敏感了，能有啥問題？是啊，少爺，肯定不會有問題的。您就把心放肚子裡吧。不，這山林肯定不止我們。不對勁，這種要命的暴風雨天氣，居然有隊伍敢進山。他們刻意借着風雨霧氣遮掩行蹤，悄悄摸進咱們荒野深山，肯定是盯上了這裡的資源，怕是專門來探查摸底、圖謀不軌的。這群人來意不善，咱們就這麼眼睜睜看着他們探查，隨意來去，還能看着他們走嗎？踏進我的地盤還想安然離開，做夢！我看你們這群人的模樣，衣衫粗陋，流落荒野深山，想必都是朝廷流放的罪臣，或是逃荒的牛民吧。看看這破落營地的樣子，竹架歪斜，棚布破爛，連個像樣的住處都沒有。你們在這荒野深山上，怕是連口熱飯都沒吃過吧？此人實在太過目中無人，把我們當成乞討求生的流民，一副施捨者的嘴臉。既然都是落難求生的苦命人，我今日便發發善心，接濟你們一番。你們兩個，把剩下的半袋米拎過來。這是半袋米，雖然長了點蟲子，品上差了些，但也夠你們這群人湊合吃幾天了。若是接下來表現得好，乖乖配合，我便再賞你們一塊破雨布，給你們遮風擋雨，也算我積德行善。半袋米而已，雖說是陳糧生蟲，卻足夠你們幾日溫飽。我看你們衣衫樸素，困守荒野深山，定然是獲罪流放的罪臣。能有口吃的就該知足，只要你們乖乖聽話，後續我還能賞你們一些剩餘的飯菜。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，除了我李某，沒人會接濟你們這群落難之人。不要不識抬舉，
你们这营地裡七零八碎的東西倒是不少，不過在這深山野嶺，能折騰出什麼名堂來？把我們的特色產品端上來。怎麼，拿出幾件破爛物件，是想以此答謝我的接濟？深山野嶺搗鼓的零碎東西，也配上台面？李老板，常年走南闖北，做大生意，見多識廣，眼界開闊，定然識貨。不妨仔細看看，這是我河邊水產加工廠4大招牌產品。這是一股純粹醇厚的鮮香，沒有半點山野雜味兒。這風乾河鮮，色澤透亮，乾爽緊實，肉質紋理清晰，無霉無潮，品相簡直極佳。這可是風乾野味兒啊，多少錢都買不到的。這是什麼東西？我怎麼從未見過？會有濃郁醇厚的醬香，這內裡色澤紅亮濃稠，光是聞着味道便知是頂尖的調味好物。這是魚醬，世間僅有我會做，你沒見過是正常的。小友是我有眼不識泰山，方才是我狂妄無知，多有得罪，還望你海涵。我願出重金高價求購這批風乾肉和魚醬，無論你開什麼價錢我都認，只求你把東西賣給我。別急，我這兒還有第4樣。這樣東西，李老闆可還滿意？這可是精鹽，官府都吃不上的。小友，只要你肯將這批物資授予我，金銀珠寶、糧食布粒，任憑你開口，我統統滿足你。你要多少，我給多少，絕不還價。金銀糧食，我荒野深山皆可自給自足，並不稀罕。想要我的精鹽可以，我不要錢財，只要你手上3樣嶺南稀缺物資。別說3樣，10樣、100樣都可以。只要我商隊帶得動、拿得出，絕不推辭。還請小友明示。第一，我要足量的嶺南桐油。嶺南多山林，多雨潮濕，桐油可防水防腐，塗抹木屋器物，修繕防雨防具，是荒野深山定居過冬的必備之物。可以，桐油我商隊囤積頗多，盡數送給你都無妨。那第2樣是什麼？第2，我要一批嶺南地道的草藥、種子與兵器。嶺南山林濕熱，多瘴氣毒蟲，極易滋生疫病，叮咬傷人。尋常草藥藥效有限，你行走南北，所持嶺南正宗草藥藥種，能護住營地眾人安危，可防瘴驅毒，醫治傷病。而且，我們也需要武器進行防身。沒問題，我此次南下經商，隨身帶了不少專治瘴氣蟲毒的成藥，還有各類兵器，盡數交付於你。那第3樣物件是何物？第3，我要你隨行的嶺南老鐵匠3人。深山野嶺不缺木料土石，唯獨缺少懂鍛打會修造的匠人。我要這3名鐵匠留在山裡，為我們鍛打鐵器、修補工具、打造農具兵器，幫營地穩固根基。我要的物資與匠人，你今日盡數留下，即刻交割，不得拖延。我只做即刻的交易。好，我即刻讓人清點交割，鐵匠也立刻留下聽候差遣。小友只管放心。物資匠人今日兩清，我答應你的東西也會給你，但是你半年之後必須重回這裡見我。這筆交易是長期的。小友放心，商人最注重誠信，今日的事兒我定不會說出去半句。你心裡應該清楚，你早已嘗過我親手製作的情鹽，清楚這批鹽的品級遠超官鹽，屬於私造禁鹽。
這半年裡，不准你勾結官府，带官兵上山圍剿，不准耍任何淫私手段。一旦你敢引兵进山，妄图翻臉夺貨，事情敗露之後，朝廷絕不會姑息。你吃過我的私飲，貪過我的好處，單憑這一條，便是同罪，必死無疑。小人不敢，小人萬萬不敢啊！小人絕對不敢勾結官兵，心生歹念。半年之後，小人必定赴約，絕不敢耍半點花樣，請小友放心。所有人聽着，立刻卸貨，把馬車上的岭南桐油所有草药药种全数搬下来，摆放整齊。再讓老鐵匠上前聽令。过來，鐵匠師傅們，往後你們便留在山裡，聽從小友安排，盡心做事，不得懈怠。老朽明白，從今往後，定當盡心鍛鐵造器，修效器械，絕不推諉。小友，3樣東西就已經交換完畢，桐油足糧無漏，草藥藥種齊全，鐵匠匠人也已就位聽候差遣。我這邊諾言全部兌現，只待半年後再次上山，此生都絕不敢動半分怠心。世人皆以為此地只是荒蕪流放深山，可從今日起，我便要讓這座深山升起屬於工業生產的黑煙。你隨身帶的軍刀也給我全部留下來。刀都在這裡了，小友，物資和人力已經交換完畢，我謹記約定，今日就先行告辭。東西沒有問題，可以了，你們走吧。好日子從來不是等來的，是幹出來的。今天開始，這片深山有的是讓你們流汗出力的地方。我等早已修整完畢，隨時聽候少爺調遣，全力開荒動工。早就閒得渾身難受，如今物資匠人全都到位，我們正好大幹一場，把營地徹底穩固建好。現在資源齊全，我們現在要加大營地建設的規模。你把我們留在深山裡，這不就是斷了我們的生路嗎？就是，這裡什麼都沒有，我們怎麼幹活啊？不知少爺把我們留在這裡是何意？你們不用害怕，留你們自然有用。你們3個，跟我過來。少爺，我等一輩子打鐵造器、木工修造，做的都是精細手藝活，從沒開山開荒出力搬石。方才聽聞少爺說深山要眾人流汗出力，我等實在心中惶恐，我們怕是扛不住。是啊，少爺，我們都是手藝人，身子骨經不起重苦力折騰，在商隊裡只做手藝，從不幹粗活，真扛不住荒野深山開荒的苦。我們定然盡心做好鍛造搭建的本部手藝，絕不敢偷懶懈怠。只求少爺別讓我們做苦力開荒，我們手無縛雞之力，搬一塊石頭都喘半天。你們起來吧，我留你們是看重你們的手藝，不是讓你們來開山挖土、開荒搬料的苦力。鐵匠只管鍛鐵造器、修補農具兵器，木工只管搭建工坊屋舍，精加工工人負責物料打磨規整。你們各司其職，做好本分即可。苦力之事，自有旁人去做。多謝少爺體恤，我等必定盡心全力，日夜趕工，絕不辜負少爺信任。我等定當用心做事。二叔，你帶人去後山的緩坡地帶，把這些草藥種子盡數栽種下去，先把荒病盤活起來。以後營地草藥自給自足，就不用再依賴外購。少兒，那片緩坡我昨日仔細看過了，真的種不得。那裡沙石混雜，地力不足，壓根存不住水分。就算種下種子，最後也長不出幾棵苗子，純屬白費力氣。咱們辛辛苦苦把種子撒下去，到頭來一場雨就全沖走了。土地貧瘠，那就改良土地；地力不足，
我们就人工補肥，沒有什麼是解決不了的。少爺，深山無良田，無肥料，單憑人力如何改良？我給你們2人安排新的差事，山中崖壁遍佈瘦骨礦，你們帶隊盡數採集回來，集中搗碎研磨，做成天然肥土，用這些肥土摻進沙地，就能改善土質，鎖住水分。原來如此，瘦骨礦肥力充足，確實是改良荒地的絕佳物料。我們這就帶隊去採集研磨。明白了，我這即刻帶人動工，保證將肥土處理妥當。老師傅，你過來。少爺有何吩咐？你可知這個是什麼嗎？這是煉鐵爐的圖樣。老朽一輩子打鐵鍛造，只見過山間簡易土爐，火勢弱，溫度低，根本煉不出好鐵。從未見過這般規整精巧、結構嚴謹的煉鐵爐形制。少爺這手筆遠超世間尋常匠人見識。普通土爐溫度不夠，密封性差，不僅煉不出精鐵，就連打造的農具兵器也質地脆弱，極易損壞。我畫的這座煉鐵爐結構合理，能穩住爐溫，鎖住火勢，足以鍛出上等精鐵。老朽活了大半輩子，走遍嶺南各路作坊，從未見過如此精妙的爐體設計。若是真能建成此爐，往後築砌煉鐵效率何止翻倍？少爺儘管吩咐，老朽拼盡全力，也必定按圖搭建出爐，絕不敢有半分差錯。這般精密結構，每一處尺寸、弧度都大有講究，尋常人根本構思不出來。少爺，屬實誰人？要建成這座煉鐵爐，第一步不是打鐵，也不是伐木，而是築爐壁。只有做出耐高溫、不開裂、極致堅固的夯土爐壁，煉鐵爐才能正常使用。少爺放心，我等都聽您安排，不管是挖土搬料還是處理幹活，我們全都沒問題，只管吩咐，我等隨時待命，全力動工。你們所有人分批行動，一部分人去河邊挖深層河泥，一部分人收割鮮嫩整草，一部分人去山坡挖取石灰岩，就地燒制石灰，剩下的人採集乾淨細河沙，將採集的材料放在這裡。最後將河泥、石灰、草、河沙3樣物料充分混合，反覆翻拌均勻。最後所有人上前，合力使勁踩踏夯實，製成高強度3合泥，用來砌築煉鐵爐爐體。少爺，成了！咱們的煉鐵爐徹底完工。這爐壁夯得嚴實，密封極好，不開裂，不漏風，比我這輩子見過的土爐都要牢靠。完全可以直接點火試爐。點火起爐。少爺，所有人員全部就位，人手輪換排班，隨時可以送風增溫。所有人全力扇風，勻速送風，穩住爐溫。煉鐵爐煉鐵，火候是重中之重，半點不能亂。明白。這火爐溫度越來越高，風口不能斷風，一斷火就壓下去了。大家穩住力氣，勻速使勁，千萬別亂節奏。少爺，火勢有點墜了，進士山，不要停，全力吹風，穩住火勢。暫時停扇，爐溫已足，可以開始鍛鐵。少爺，這煉鐵爐的火勢太猛了，這輩子沒見過溫度這麼足的爐子。燒的人隔老遠都站不住腳。是啊，比以前寨子裡打鐵的土爐凶太多了，這熱度隔着老遠都烤得人發燙。以前那些土爐跟這個一比，跟燒柴火似的。哥，這可是正經的軍用關刀，官府精工鍛造，質地堅硬，鋼水純粹，是實打實的戰場好刀，尋常民間鐵器根本比不上，幾乎什麼都能砍斷。少爺眼光獨了，這確實是上等軍刀。是如今世間匠人能鍛出的頂尖鐵器，硬度、鋒利度都遠超普通農具和私造刀具。在你們眼裡，這是削鐵如泥、無可挑剔的寶刀，
但在真正的冶炼工艺面前，他漏洞百出，杂质极多，韧性严重不足。啊，哥，这般堪称顶尖的好刀，难道还有极大缺陷？我实在想不通，还有什么铁器能胜过它？少爷，此刀已是当世顶尖锻造，老朽实在想不到还能如何精进。你们眼界太短浅，仅局限于古法锻土，自然看不懂差距。那你就好好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工业代差。哥，这把刀彻底变了样，质地远超寻常官军宝刀，看起来坚硬锋利无比，寻常铁器应该全都能一刀斩断吧？纯粹精钢，无一丝杂质，老朽打铁一生，从未见过品质如此顶尖的兵刃，简直匪夷所思。这种官制刀剑看着强横，终究只是近身搏杀的小道，真遇上大规模来敌，根本护不住整片营地。少爷，这连官军制式把刀都能随意斩断，已经是世上最厉害的武器了吧？有了这种剑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外来的侵袭了。我要造的不再是近身兵刃，我要造障烟弹，无需近身厮杀，便可大范围制敌。障烟弹是什么？世间竟有这般奇特的杀伐之物！所有人立刻分头行动，进山搜集硫磺、硝石、各类野生毒草，统一运回营地储备。如今营地建好，工坊落成，荒地也已整治完毕，根基已然穩固。但营地再完备，没有压舱底的杀手锏武器，依舊不行。少爷，不好了！山下大批人马围山而来，人数众多，全副武装。什么人？是官府人马，还是周边流匪？是镇上的巡检司周巡检，此人手握一方巡查兵权，在周边地界横行霸道，借着职权肆意敛财作恶，承包则百里地界。此次前来，恐怕是得知我们在此開山建營置辦工坊，特意帶着大批官差相擁圍山，想來霸佔我們的基業。秦昭，好久不見啊！這裡深山地界歸官府管轄，未經本官許准，擅自占山開荒，私作工坊，形同僭越，速速交出所有物資、器械、郭坊，全員聽候本官發落，尚可從輕治罪，否則盡數拿下，從嚴懲處。哥，周承恩在當地作惡許久，倚仗官身為禍一方，手中掌控鄉勇差役，勢力根深蒂固。如今帶兵圍山，擺明了是借機欺壓呀！我們剛剛建好營地，築成煉鐵爐，根基初定，沒有招惹任何人。對方分明是對當初重裝他的事懷恨在心，眼紅覬覦，上門想來霸佔我們所有心血。少爺，這惡吏仗着官身，肆意欺壓百姓，掠奪鄉鄰，無法無天。我們乾脆列陣對峙，絕不任人拿捏。我們安穩開荒建營，安分守己，從不主動惹事。可總有人仗勢欺人，妄圖上門掠奪，絕不姑息。他身為官吏，偏偏為非作歹，主動上門尋釁。今日我不罵他，我要讓他知道，真的惹到我是什麼下場。準備接客！少爺，對方可是正經官府差役，全副甲胄，人數眾多。我們只是開荒營眾，真要硬碰硬，怕是惹上滔天大禍啊！是啊，少爺，這周承恩稱霸百里，手段狠辣，過往得罪他的人，盡數被打壓驅逐，我們根本抗衡不住。聽說他前年把抗稅的莊戶全家都抓進了大牢，咱們好不容易安頓下來，建了工坊，練了鹽，養了人，要是這一仗打出去，什麼都沒了。哥，
对方手握官权，师出有名。他今日带兵上山，用的理由是私占官地，擅建攻防。虽說荒唐，但官府那邊他说了算。咱们一旦动手，就等于坐實了罪名啊！屬下也恐不妥，一旦與官兵交手，便是謀逆大罪，後患無窮。到時候別說攻防和鹽田了，連咱們這些人全都要被通緝剿滅。少爺，屬下不怕死，可這畢竟是官府人馬，真打起來，咱們贏了一時，以後呢？官府會派更多人來圍剿，咱們耗不起啊！無需慌亂，西側那條窄道，地勢險峻，兩側陡峭，是他們進山的唯一必經之道。只要守住那裡，再多的人馬也攻不上來。只要制服了他們，誰還敢上報？稍後我帶你們挖陷坑，預埋障煙料，等到官兵趕來，正好堵死他們退路。全聽少爺安排。傳令下去，所有人立刻分散隱蔽。其餘匪土占據山道兩側高地埋伏待命，沒有我的號令，任何人不得出聲，不得暴露。3名鐵匠留在營地看守加固熔爐，不隨眾人埋伏。那條路是他們的必經之地，今日那裡就是他們的葬身之地。少爺，我們都準備好了。不急。等我指揮，再讓他們囂張一會兒。一群無根無憑的山野流民，哼，也敢私自占山開荒，私作攻防，上頭早已震怒。今日上山盡數收繳器械物資，搗毀營地，全部拿辦治罪。這群賤民膽大妄為，竟敢私自占地建營，今日定讓他們付出慘重代價。深山野民無兵無甲，不過一群烏合之眾。哼，聽聞官府人馬親至，怕是早已嚇得瑟瑟發抖，膽寒逃竄。此番上山，定然手到擒來，不費吹灰之力。所有人動手。是，少爺。少爺。快跑啊！有埋伏！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快撤！不好，我們中了他們的圈套了！再不跑，今天都得死在這兒！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我還不想死！我的腿斷了！快來人幫幫我！一群廢物！區區山野游民設下的粗淺陷阱，也能讓你們潰不成軍，丟人現眼！剩餘所有人，跟我走！喲，大官也親自來了，想親自報仇圍剿我嗎？事情更有趣了。裝神弄鬼，本官倒要看看你們這群流民能翻出什麼風浪！給我衝！誰敢往後退，我就打斷他的腿！今天要是拿不下這群流放之人，你們全都給我受罰！怎麼，我準備的武器，你手下還沒吃夠苦頭？現在輪到你親自來嘗嘗我新研發的武器了。大人，這武器詭異至極，吸入之後渾身無力，咱們撐不住多久了。再待下去，怕是連站都站不住了。秦昭，你用的是什麼邪術？本官執掌地方巡檢多年，征戰鄉里，從未見過如此詭異陰毒的招式。不是邪法，是你們眼界狹隘，永遠參透不了的手段。井底之蛙，自然看不全整片天。本官乃是朝廷在側巡檢，手握地方職權。你們私設陷阱，重創官役，便是公然對抗官府，是謀逆重罪，日後必定全員伏法，你們一個都跑不掉。哥，
此人常年仗官欺民，橫行乡里，如今兵败被围，依旧不知悔改，妄图以朝廷律法施压。这群官吏平日里欺压百姓，为非作歹，今日主动上门寻衅，死到临头还敢狂妄！少爷，让我下去把领头的拎上来！所有弟兄听令！这群人作恶一方，主动上门掠夺寻衅，早已罪无可赦。听候少爷号令。今天，我便要让这些高高在上、仗势欺人的官吏好好知道，什么叫做降维打击。大胆刁民！本官乃是朝廷在册巡检，是正经朝廷命官。你们私自设伏，重创官役，对抗官府，已是谋逆大罪。敢动我分毫，朝廷必定派兵围剿，踏整座深山。周承恩，你在百里地界横行多年，借着官职肆意敛财，欺压百姓，掠夺乡里，如今主动带兵上山寻衅夺营，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！平日里百姓被你欺压的敢怒不敢言，今日便是你的报应！以为靠着官府名头就能为所欲为？无需跟他废话，全部拿下，统一捆綁看管。少爷，所有兵器甲架已全部收缴完毕，无一遗漏。你们依仗朝廷官职，靠着治世军械，横行乡里，欺压百姓多年。如今你们的兵器我尽数收下。从今日起，周勤恩，你仗势欺人、肆意作恶的日子彻底到头了。少爷，小人知错认罪，再也不敢为非作歹。我行囊之中存有一批良种，是我特意储备的秋收良种，尽数献给少爷，只求少爷饶我性命。这种种子都发霉变质了，外皮腐坏发黑，看着就彻底废了，根本种不活，留着也是一堆废粮，毫无用处。是啊，少爷，种子一旦发霉，内部定然烂透了。往年农户遇到这种霉种，都是直接丢弃，根本没法下地耕种。你们傻呀！种子发霉只是外皮受潮滋生霉菌，只要种心饱满，内部趴芽完好无损，没有彻底腐坏，清理干净，妥善处理之後，照樣能夠入土發芽，正常生長。原來如此啊！屬下一直以為種子一旦發霉，便是徹底報廢，沒想到還有栽種的機會。眼下營地正是缺種開荒的關鍵時候，這批種子看似破敗，實則價值極高，稍加處理，便能成為我們來年耕種的底氣。少爺，小人徹底知錯了，之前是我貪心作祟，眼紅營基地業，帶兵上門尋釁作惡，是我罪該萬死。只求少爺開恩，饒我和一眾手下一條活路。往後您說動，我們絕不往西，任憑差遣。饒你們性命可以，不過我有條件。你在這百里地界掌權多年，把控所有市實關卡、商貿通路。我要你讓我們營地的器械、物資、糧食全部自由流通買賣，不許任何人攔截、刁難、抽成。沒問題，完全沒問題。此事我一手招待，我馬上傳令下去，開放所有通商路口，撤除一切封禁，保證咱們營地物資進出順暢，無人敢攔。哥，你屬實高明，若是直接斬殺他們，只會引來官府追責，得不償失。如今用交易換通通商權，既免了後患，又為營地打通了商貿命脈。昭兒，我們可是被流放在這裡的，這樣做交易真的不會有風險嗎？放心吧，爹，沒人敢說出去。殺人只是治標，利用現有資源壯大自身，才是長久之計。好好辦事，我自然不會為難你。哥，種子發芽了，發芽了，發芽了！
之前那些所有人都看不上的发霉种子，经过您的法子处理，全部都脱土发芽，成活长苗了。整片田地全是嫩苗，长势特别好。通路已開，良種已生。從今天起，這片深山再也無人能擋。哥，太不可思議了！當初所有人都認定是廢種的梅糧，如今長勢遠超普通種苗，株狀葉綠，不出10日必定大豐收。屬下算是徹底服了，常人棄之不用的發霉種子，在少爺手裡竟能起死回生，養活我們整座營地。事物從無絕對無用，只是世人不懂取捨利用。種子如此，人事亦是如此。少爺，周邊所有尊鎮市集全部打通，關卡全數撤除。咱們營地的鐵器、乾貨、特產隨處可售，各地商戶紛紛主動上門交易，銷路完全暢通。通商之後，我們物資有銷路，缺物能購入，田地有收成，商貿有進項，營地算是徹底穩下來了。良足業興，通路暢通，這只是我們扎根深山的第一步。少爺，回想我們初入深山之時，一無所有，處境窘迫，還屢屢遭到官府惡吏欺壓刁難，險些連一方露足之地都保不住。誰也想不到，短短10日，我們便能創下這般穩固基業。昔日欺壓我們，權勢滔天的官吏，如今俯首聽命，盡心效力。當初被全員捨棄的發霉廢種，如今豐收在外，養活全員。哥，你的遠見格局與超凡手段，屬下徹底心悅誠服。屬下從前有眼無珠，狂妄自大，仗着官職肆意妄為。如今幡然醒悟，深知少爺格局高遠，胸心博大，屬下甘願終生追隨，盡心辦事，誓死效忠。我從無意爭強稱霸，所求不過安穩2字，讓所有追隨我的弟兄有田可耕，有飯可食，有安穩活路可走。我等願誓死追隨秦昭，不離不棄，共守深山基業，共築安穩山河。弱者隨波逐流，強者自造乾坤。從此此方深山便是我们的立足根基。山河遼闊，前路坦蕩，無人能擋我，無人能撼我。